OK， 那么在刚刚呢，收到一个比较让人伤心的通知吧。之后 Avix 的账号，也就是之前亚老的账号，还有豹哥的账号都不会在960了。也就如你们画面所看到的，豹哥跟亚老的账号是已经过去248了，他们的 ID 已经换了。虽然大家都已经知道他们离开的事实了，但是还是觉得有一点伤心啊，有一点悲伤啊。今天早上才讲弃坑的事情，结果今天还是要带着同样的情绪。老实说，我在录音的途中啊，眼泪是真的流出来了。不知道要讲什么东西啦，可能大家觉得不怎么样啦，但是因为我们有一起打架过，所以那个感情有点不太一样。我也是从 K 上一直看着他们打 KVK， 打到现在，也帮他们一起打 KVK。不管怎样，还是感谢这两位为我们带来一场又一场精彩的 KVK。亚老创建了960，让全服的玩家都知道960的存在。那虽然我知道有很多人其实不太喜欢豹哥啦，但是不管怎样都好，豹哥都是延续了960，接手了960，让960可以一直延续下去。那也感谢 Avix 也留下这张合照，也把他原本的名字改成亚老。在这之后可能就看不到这两位了，因为有新的号主了嘛，可能名字会改掉，就不会看到这两个传奇的国王在一起。虽然2489那边最近发生了不少事情，让大家都觉得他们是小丑王国，但是不管怎样都好，都是非常感谢 Avix。如果不是 Avix 的话，我相信其他人接手也未必可以把亚老的账号弄得这么好，因为我遇到太多账号卖出去之后变成第二个接手的玩家，把账号给弄废了。Avix 是少数接手了之后把账号可以养得这么好，击杀还是有保持在提升，没有让亚老这个账号给白费掉。至于豹哥的账号相信也是被 Avix 买走了，不过 Avix 在离开之前其实有留下了一个很长的信息，各位可以看一下。这个就是 Avix 写的，也就是亚老的账号了。他就说到怀着很复杂的心情写这封信，经过长时间的考虑，他决定把账号转移到其他的地方，也就是刚刚所说的2489开始新的旅程。在他离开之前，他想要跟大家表示感谢还有道别。首先他想要说的是，这件事情跟960没有关系，你们对我太好了。自从他加入960的那一天起，960的玩家还有管理层就已经把他当成正式的队友。那一天他很怕会被大家误会，以为是一个很骄傲的大佬，只是为了乐趣而玩弄亚老的账号，也就是我之前所担心的，会不会 Avix 在接手亚老的账号之后，这个账号就废掉了。但事实上 Avix 对我而言是已经做到很好了。但你们让这个王国有了家的感觉，也感谢你们接纳我成为960的一员。我们都在这个游戏玩得太久了，以至于我们都不知道会不会有一天一醒来就直接离开了这个游戏，也就是弃坑。对我来说，我发现自己如今越来越没有时间参与游戏，与其他人进行有意义的互动。因此他想趁着最后这几个赛季和他现实生活中的朋友一起在游戏里面做一些有趣还有疯狂的事情。希望你们能够理解我自私的原因，一切的开端都是因为我的固执。那时候我想要从不同的角度尽量的去体验这款游戏，他认为这个是生活中不一样的片段，从现实生活中解脱出来，沉浸在游戏里面。但最重要的就是当初他看到亚老还有豹哥这样子的传奇账号的时候，他希望这些账号能够继续活下去，继续他们的故事。虽然 Avix 没有办法成为原本的主人，也就是号主豹哥跟亚老，但是他希望他的保留能够带来一些意义，就是延续他们的精神。他也从960这里学到了很多东西。你们在这里建立确实是一份遗产，这个我不确定有没有翻译正确。向所有在战场上与我并肩作战的战士们致敬，感谢你们分担了医院的重伤还有阵亡。如果你们想念我了，就写信给我吧，希望我们能够再次见面。那就是这样子啦。 Avix 所留下的一些信息，也是很郑重的跟所有960的玩家给道别了。不过相信他已经过去2489了，下次960跟这两个账号见面应该就是敌人了。因为其他的王国估计看到960跟2489合作，应该也不想要打架了吧。虽然没有办法成为队友，但是还是有机会可以成为敌人的。总有一天我们还是会相遇的。不过感谢 Avix 他留下这封信息，郑重的跟大家道别了，因为豹哥完全什么东西都没有讲就走掉了。至少 Avix 做事情还是有一点交代的，还有拍照给我们。不过这样也不得不让我去怀疑 Avix 到底有多少钱呢。
他之前买亚老的账号已经不便宜了，再加上豹哥这个账号家财万贯了。那 Cview 应该是觉得说这两个账号离开之后就没有办法合照了，所以他就把程式迁乘过去拍最后一张照片。这也算是960最珍贵的照片之一了。不管怎样，虽然960是已经失败了一次 KVK， 不过也是有幸的国王接手了。希望960能够向前看，继续写下自己的传奇。至于 Avix 会选择这个时间离开呢，我相信也是因为可能960明天就会报名了那也是一样，像我之前所推测的，有很大可能会跟93见面，再次跟93进行战斗，也就是960的报仇之战。这3个地图我觉得比较大可能会报名英雄战歌，但是报名英雄战歌顾名思义就是要等到黄庭才有战斗啊可能跟上次的情况会差不多。但如果是报名奥良之围还有凶兵奸臣的话，可能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没有办法找到匹配的敌人。这2个地图都有要求需要6个阵营，所以这个只能等到明天的结果，到底他们会报名哪一张地图了。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消息，就是前阵子我有讲过有3位玩家会移民来960，那这3个玩家其实已经正在960了。也确实像管理层所说的，这3个玩家都是大概300亿击杀左右，基本上都是从1365也就是 GST 那边移民过来的。所以严格来讲，960现在韩国玩家的比例还算蛮多的，不知道之后的指挥会不会有韩文的指挥。既然他们的击杀这么高，也是从365 GST 那边跑过来的话，相信他们的实力应该不会太差。之后就期待这3位玩家的表现了。那除了这3位之外，其实之前有玩家看到 BK Love 也就是489的指挥要过来，那其实他也只是过来开玩笑而已啊，可能是看到讨论区那边有人通知说有其他的玩家要移民过来的，他就申请特殊移民。如果他真的过来，那相信960赛区的联赛呢应该会很轻松了他们联赛已经没有指挥了，假设他过来的话，除了 BK Love 之外，还有另外2位玩家，另外2位我不是很熟啦，所以我不确定到底是谁的，也是有申请特殊移民想要过来所以才看到有人做了这张图片是真的吓一跳啊！为什么这几个人要过来？那除了960的更新之外，在昨天其实我也是看到一个通知 Zack 他也是弃坑了。这个 Zack 呢，他是来自1846的，这个消息我不确定是不是真的，但是至今为止我看到他还是没有加入联盟，然后战力还有3亿，击杀有426亿。假设他真的是离开这个账号，就真的很浪费了。在万国觉醒里，他这个账号是已经很高水平了。如果像传闻所说的那样，他是已经离开了这个游戏，也就等于说万国觉醒又消失了一位传奇人物。就看有没有玩家像 Avix 的想法那样子延续这个账号的精神，收购这个账号。不过玩这个游戏最大的问题并不是在收购账号，而是花更多的时间去培养账号，去管理账号。最后还是跟大家讲一下啦，是真的很抱歉啦，我知道今天发布2个影片都是讲到关于弃坑的事情呢，可能会影响到大家的情绪。但是我是真的很希望大家能够跟这2位传奇人物说再见，还有感谢 Avix 延续了亚老的账号，也陪960度过了好几场 KVK。以上就是本期内容，至于各位有什么想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